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白发谋士杀回长安，长安24计首播炸场，领武力复仇爽爆了。程毅对阵章邯与刘义军，这部权谋剧熬夜也要追。2025年末的国剧市场，终于等来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权谋回潮。12月12日。古装权谋剧《长安24计》同步登陆央视8套与优酷平台，首播当晚收视率迅速破2，稳居全国同时段榜首。优酷站内热度仅用2小时便突破7000，讨论度呈现断层式领先。比数据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剧的观众结构男性观众占比高达42%。在长期被贴上女性向颜值像标签的古装剧领域，这一比例极为罕见，也直接说明《长安24计》并非靠情感线或粉圈拉新，而是靠内容本身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。程毅饰演的谢怀安一改往日古装美男形象，以白发谋士造型登场。他饰演的谢怀安是一个领武力值的谋士，全剧未动一刀一剑，仅凭智谋周旋于章邯与刘义军、王劲松等老戏骨组成的权臣天团之间。这部剧的海外发行同样创下纪录 ，Netflix 一次性买断190多个国家的版权，实现了国剧出海的天花板级操作。剧情开局即是皇帝直聘，雪夜的长安城外，谢怀安走下马车，面对的是新帝萧武阳设下的生死局。大殿之上，萧武阳将10篇科举文章甩在他面前，有一篇是朕写的，找出来。香钢点燃，断龙石轰然落下，谢怀安却从容拾起其中一篇。陛下20岁前师从吴越学者，行文带南方痕迹。刘义军饰演的帝王仰天大笑，谢怀安的长安复仇录从此开启。长安24计的剧情节奏快得惊人，前4集已经铺开2大杀局：新帝借谢怀安之手清除权臣的制衡局，以及谢怀安为报灭门之仇布下的复仇局。剧中28集内容塞进近50次反转，平均一集近2次博弈，被观众戏称为古装版名牌狼人杀。谢怀安的复仇对象明确列出6人：虎贲将军严凤山、财政主管杨楚豪、情报主任青衣、暗桩心仪、第一武将刘于言。他第一个清除的就是自己的亲叔叔刘于言，利用借刀杀人之计，诱使敌对高手两败俱伤。程毅的文戏武侠收起拳脚，全靠眼神。为贴合角色，程毅减重15斤，一头白发塑造出谋士的破碎感。剧中他捧灵位的一场戏，从隐忍落泪到眼神突然狠厉，0.1秒内切换2种情绪，导演当场通过不再补拍。与以往古装剧不同，谢怀安是个完全没有武打戏份的谋士。程毅的表演全部依靠微表情和台词功力。朝堂上他与刘义军的对视戏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却把其子想当执旗人的野心藏得恰到好处。老戏骨组团权谋狼人杀，章邯瑜首次挑战古装反派，为凸显武将的压迫感，增重15斤。他饰演的严凤山一具白头，脸上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，模糊了善恶边界。刘义军在演心机帝王，与他在琅琊榜中的谢玉形成鲜明对比。他饰演的萧武阳表面扶持谢怀安，实则把所有人当棋子。当谢怀安发现灭门惨案的真凶可能涉及更高层时，剧集的权谋层次瞬间拉伸。王劲松饰演的吴仲恒在正邪间游走，朝堂上假装昏聩，私下却对谢怀安透露：陛下想削权，将军想夺权，而我只想保命。这种全员影帝及微表情的较量，被网友称为古装版演技的修罗场。
1.2亿打造的真实长安，剧组耗资1.2亿元，历时186天实景，搭建了200亩长安城。400米朱雀大街的每块青石板都做了3层做旧工艺，地砖上刻有开元通宝纹样，连的下水道系统都完整复原。谢怀安的7品官服严格依据唐6典复原，一套雪夜复仇战袍价值30万，衣襟上刺绣暗藏24纪纹样，136件茶具复刻法门寺的公文物。官员的象牙护板都经过做旧处理。动作导演李磊英雄动作设计与临风长津湖之水门桥动作指导联手，摒弃了慢动作堆砌的打戏。藏兵像43秒的夜戏拍了7天，程毅左手虎口裂了3次，但出来的效果是刀刀到骨的实战感。零恋爱线的纯权谋博弈。长安24计大胆抛弃了感情线，全程聚焦权谋博弈。谢怀安与徐璐饰演的妹妹白婉不能相认，只因她身负复仇重任，绝不能连累亲人。徐璐的角色也突破了传统设定，她饰演的画师白婉白天绘制市井风物图，夜晚通过修改画作细节传递密信，将职业技能与谍战功能完美结合。不是依附男主的花瓶，剧集还暗藏现代职场隐喻。谢怀安的长安逆袭被观众解读为职场新人成长记，他遭遇权臣排挤，如同面对办公室政治。周旋应酬恰似为 KPI 放下身段，他组建的团队分工明确，宛如现代职场的古代镜像。未播先热，衍生品5秒售罄。自2025年3月26日杀青后，长安24计在优酷平台的预约量24小时内突破100万，截至开播前，累计预约数达227万，创下平台年度纪录。剧集的商业价值也水涨船高。预告片中出现的可拆解暗器扇子，电商同款上线5秒即售罄10万把。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0亿，观众自发绘制长安权力关系脑图，逐帧分析谢怀安的计谋如何环环相扣，从美强惨到白发谋士，从情绪输出到理性控制。程毅在长安24计里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跃迁，他不再负责让观众心疼，而是让观众紧张、警惕、思考。而长安24计也用事实证明，权谋剧从未过时，只是很久没有被认真对待。